你看 A 片的时候会把声音关成静音吗？我想不会吧，因为你很清楚那些声音是构成兴奋感最重要的部分。但你有没有想过，在真实的关系里，你自己的声音对身边的他来说也同样重要？大家好，我是 Suki。在我的两性专栏里，我听过上百位女性分享她们在关系中最私密的心声。今天，我想把其中一个男人最想知道却也最常误解的秘密分享给你们。很多男人都有一种迷思，觉得在床上只有女生的叫声才重要。但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很多女生偷偷告诉我，她们偶尔听到男生在耳边那种带着一点点失控、压抑不住的喘息声，其实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兴奋。为什么？因为那声音代表着你不是在完成一个任务，你是在享受这个过程。那证明了他的努力，他的魅力得到了最真实的回报。但在你开始兴奋地准备展现你的男性雄风之前，有个更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先搞清楚。很多时候，一些男生会有一种致命的误解，他们觉得只要女生叫出来，那一定是因为我很大、很猛、很厉害，这简直就是对我男子气概的最高赞扬。可你有没有想过，有时候他发出声音不是因为舒服，而是因为你太心急了，弄痛他了，甚至是因为你太粗鲁，他在忍受着痛苦。你听到的叫声到底是享受的呻吟，还是痛苦的哭喊？你真的分得清吗？在我们深入这个敏感问题之前，得先建立一个核心观念，在亲密的时候，到底该不该发出声音？我告诉你，不只该，而且是必须。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吃一碗超好吃的拉面，你会忍不住发出嘶嘶簌簌的声音，那是一种满足。或者你去坐云霄飞车，从最高点冲下来的时候，你会憋住不尖叫吗？很少人会这么做吧，因为放声大叫本身就是快感的一部分，憋着只会让你暗爽到内伤。在亲密关系里也是完全一样的道理，声音是情感最直接的抒发。当你感觉很棒的时候，自然的喘息、呻吟是在告诉对方，嘿，你做得太棒了，我非常享受。这是一种赞美，一种鼓励，一种及时的回馈。我的一个女性读者就曾经向我抱怨过，她说 Suki， 我真的搞不懂我老公，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在上位时特别卖力，也很有感觉，甚至会发出声音，但他呢就跟一块木头一样，面无表情，一声不吭，就只顾着自己动。那种感觉就像我在对着一堵墙演独角戏，瞬间就冷掉了。你看，沉默在这里不代表深沉，它代表的是断线。它会让你的伴侣感到困惑、挫败，甚至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所以爱他就让他叫出来，同样的，爱他也请你让自己叫出来。这种声音的沟通是双向的，是彼此肯定，是让激情升温的燃料。说到这里，我想在留言区问问大家，各位兄弟，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或者女性朋友们，你们同意这个说法吗？在留言区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好了，理论我们都懂了，声音是重要的双向回馈，但在实战中总会遇到一些让我们男人自尊心卡关的时刻，比如当气氛正好的时候，他突然拿出一个小瓶子递给你，润滑液，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心里咯噔一下，冒出一个声音，
怎么是我不更厉害吗？我的前戏难道没办法让你湿润吗？承认吧，很多男人都会这么想，这几乎是一种本能的关于能力的自我怀疑。但今天作为你们的女性朋友，我要郑重地告诉你，这种想法大错特错。当一个女人拿出润滑液，她不是在质疑你，她是在乎你们两个人的体验。你要知道，女性的身体是非常精密的，有时候可能只是因为白天工作太累，压力太大，或是她今天就是身体有点缺水，甚至有时候是因为她太兴奋、太紧张了，都可能导致暂时性的干涩。这跟你行不行一点关系都没有。她拿出这个小瓶子，恰恰证明了她是一个聪明的、懂得爱护自己，也懂得追求极致舒适体验的女人。她是在用行动告诉你，我不想因为任何一点小小的物理障碍影响我们接下来的美好，我想跟你一起达到最舒服的状态。所以下次再看到这个小瓶子，请收起你那脆弱的自尊心，把它看作是通往天堂的快速通关券，而不是对你能力的差评报告。如果呢，你连这个信号都误读，那么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真实案例，你可能就真的会搞砸一切，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这是一个我在医美界的医师朋友分享的一个让他至今都印象深刻的案例。有一天，一位非常年轻的女孩来到他的诊所，表情非常痛苦和羞怯。检查之后，我的医生朋友倒抽了一口凉气，女孩的私密处竟然有一道长达3公分的撕裂伤。那不是激情留下的痕迹，那是明确的、严重的物理伤害。医生温和地询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女孩哭了出来。她说的话让在场的护士都感到心疼和愤怒。她说，她的男朋友是一个对自己身材非常自豪的人，尤其对自己的尺寸充满自信。但问题是，她的尺寸对这个身材娇小的女孩来说太大了，每一次亲密对她来说都不是享受，而是酷刑。最讽刺、最悲哀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女孩哭着说，我每次都痛到不自觉地抓紧床单，眼泪一直流，但她却在我耳边兴奋地喘气。她以为我是舒服到哭。她还会说，宝贝，你好棒，你看你都湿了。但她不知道，那不是兴奋的体液，那是我的眼泪和血。那一刻，在诊间里，空气都凝结了。一个男人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此。你以为你在给他天堂，但你亲手把他推入了地狱。你以为你听到了赞美诗，但那其实是求救信号。这个血淋淋的案例就是要告诉在座的每一位男性，尺寸从来就不是最重要的事，合适才是。前戏、沟通、观察、体贴，这些远比你那自以为傲的硬体规格重要10000倍。兄弟们，请你扪心自问，你的自信到底是建立在他真实的、放松的、愉悦的表情和声音上，还是建立在你对尺寸和时间的虚幻幻象上？如果你误读了痛苦的信号，造成可能是身体和心灵上一辈子的疤痕。好了，讲完这个沉重的案例，是为了让我们所有人都敲响警钟，避开最坏的状况。现在，让我们回到阳光面，聊聊如何迎接那些最美好的时刻。老话说，女追男隔层纱。很多时候，女生不是不主动，只是她们的主动像密码一样，需要你用心去解读。只要你读懂了信号，那层纱一捅就破。接下来就是大家最期待的环节，我帮你们整理了一份女性欲望信号识别手册，分为初级语言篇和进阶行动篇，学会了保证你不再错过任何女神的邀请。我们先来看初级语言篇，这些话听起来很日常，但潜台词满满。第一句，要不要来我家看猫后空翻？
拜托，猫不会后空翻，但你会。这句话的经典程度就跟要不要上来喝杯咖啡一样，是都市传说等级的邀请函。第二句，当你们约会结束，时间很晚了，他看着你，悠悠地说：“我今天晚上不想一个人。”这不是在征求你的同情，这是在给你一个成为英雄的机会。他不是怕黑，他是怕孤单，而你就是他指定的解药。第三句，我最近刚买了 Netflix 的月租费，好多想看的剧哦。这是在说什么？他在说，我家有舒服的沙发，有超大的荧幕，有零食，现在就缺一个可以一起分享这一切的你。第四句，道别时，外面突然下起了雨，他没有叫车，而是望着你说：“下雨了，你可以送我回家吗？”这道题是送分题呀，兄弟。他给了天气一个台阶，给了你一个机会，一个可以从楼下送到楼上，再顺便看看他家猫会不会后空翻的机会。说完了语言，我们来看进阶行动篇。肢体是比语言更诚实的信号。第一个场景，在 KTV 或者任何并肩而坐的场合，昏暗的灯光下，你们靠得很近，他的大腿不小心的轻轻的碰了你一下，可能停留了0点几秒，然后又害羞的挪开。记住，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那么多意外，每一次看似不经意的触碰都是精心设计的试探。第二个场景，聚会上他喝了点酒，脸颊微醺，他没有靠在别的朋友身上，却偏偏有点站不稳，轻轻地倚靠在你身上。他是在用微醺做掩护，测试你的反应，感受你的体温，这是一种极度信任的身体交付。第三个也是最大招，决胜战袍。什么是决胜战袍？就是那件可能有点透明，材质是丝质，剪裁特别能凸显她身材的睡衣或居家服务。当他洗完澡，换上这件战袍，在你面前晃来晃去时，那不是巧合，也不是他随便穿，那是在告诉你，今晚舞台已经搭好，灯光已经就位，女主角已经准备好了，就等你这位男主角勇敢地上场。你看，女生不是不主动，她们的主动藏在这些细节里，她们在用自己的方式，小心翼翼地向你发出邀请。所以今天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第一，别再当一个沉默的苦力，声音是最好的春药，也是最真诚的回馈。大方的用你的喘息和他的呻吟来交流，这才是高质量的亲密。第二，学会分辨痛苦和愉悦的信号，不要再把他的痛苦哭喊当成是你自己厉害的勋章。真正的强大是让他舒服到融化，而不是痛到落泪。第三，读懂他的邀请，无论是那句要不要看猫后空翻，还是他递过来的小瓶子，又或者是那件决胜战袍，都是他对你释出的最珍贵的信任和邀请。记住，当一个女生愿意对你释出这些信号时，请务必珍惜，因为那背后是她鼓起了巨大的勇气。你也知道，这类能让你快速开窍的深度内容，随时都可能因为太过实用而消失，建议你立刻保存下来，以免错过。最后，我想问问你，今天分享的哪一个观点最让你恍然大悟？在留言区告诉我吧。如果你想持续收到这种能让你更懂人心的两性智慧，成为关系中真正的主导者，记得一定要按下订阅。我是 Suki，我们下支影片见。